Itaatagaspan mitä kaya的路过。我会继续努力的前进，然后传达我们的故事，因为我是太鲁阁的孩子。这块土地它有它的辛苦，但它不是一块可怜的土地。这里的人也不是可怜的人，而是充满韧性的人。你有听过来自太鲁阁族的古调歌谣吗？今天的主角柯哲瑜，他用音乐串联起遥远的部落与我们现在的生活，带我们进入太鲁阁族的灵魂深处，让美好回忆 check in 你的脑海，跟着烟波 check in 花莲。订阅烟波 check in， 不定期提供专属会员折扣与优惠，还有机会获得免费住宿券哦。你有去过太鲁阁吗？今年年初，花莲大地震再次震撼了太鲁阁族的家园。7点58分发生规模7.2的强震 ，earthquake striking near the east coast of Taiwan。继921大地震以来25年来最大的地震了。这个被高山、峡谷、溪流环绕的地方，每一寸土地都记录着族人数百年来的生活与迁徙。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才华洋溢的太鲁阁族音乐人柯哲瑜，他用音乐连接族群记忆，并让我们一同进入这片山川的灵魂深处。Anakku magkadaka kaya, inikog tahog ta muluha. At sige ka buksukaw labaon ta na utok ta, sao ni mahajin lungan mo misuko baday. Kembiya ta kiyaw ta beletuji gagaya, anamanyak tegiya ni palu adang sitaon. Itaatagaspan mitä kaya的路过。Ambiah namukana yaku o yuliyuku benaku adang sakula。大家好，我是水源部落的太鲁阁族，我的名字是柯哲瑜。那我目前是一间艺术公司基地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的共同创办人。太鲁阁的孩子叫《Lakay的鲁古》这首歌呢，它讲的其实是我的一整个历程。因为像我这个世代，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母语环境的。我一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听说读写都非常困难。有一次，我在因缘际会之下，透过音乐连接到我的历代祖先的感动。我当时问他们一个问题是：像我这样子长得不像，然后没有语言背景，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所知甚少的孩子，还是你的孩子吗？还是Lakay的鲁古吗？那他们告诉我的事情是：你就继续努力，用你的方式，我一定会在旁边看顾你。当时我在创作的时候，我的吉他断了一根弦，我在想，我能写一首完整的歌吗？后来我用那个断了一根弦的吉他，就是创作出了这首歌。在1个下午的时间，我才意识到断了一根弦的那个吉他，就像失去语言能力的我，但我一样能够唱出非常动听的旋律，表达我想要表达的真切感受。这首歌后来在去年的时候，我顺利的可以用母语创作了。现在这首歌有完全的族语版本，我觉得是我的历程，也很鼓励其他的孩子开始行动，一切的祝福会在行动当中发生。这段歌词是在讲，像我这个时代的小孩，我们应该大部分小孩都知道 Gaia 这个词，但是对于 Gaia 的内涵核心并没有办法那么了解，所以我们很多小孩很害怕碰触这个文化，因为 Gaia 有那种禁令的效果。但是也因为有 Gaia 的关系，我会继续努力的前进，然后传达我们的故事，因为我是太鲁阁的孩子。我们今年做了一个蛮大型的专案，叫做寻金特展。它讲的事情是400年前荷兰人来到花莲找寻黄金的这个踪迹。那我们试图用台湾原住民族的角度去意识这个历史。从17世纪开始，就有一个说法是，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流着黄金，找到这个黄金的人就可以开启新世界的大门。所以荷兰人他们来到台湾之后，他们一直在找这个黄金。我们在这次的特展里面呢，我们展示了热兰遮城日志以及相关的荷兰时期的台湾的研究者研究的文献内容，变成一个绘本的形式。它带着你从一个荷兰的士兵，因为他们是东印度公司的，然后来到台湾之后，荷兰方跟台湾的原住民族社群的一些冲突的过程。后来他真的来到了利乌溪下游去寻金，这也确实记载在文献里面。我很多年前写过一首歌叫《太平洋的风》，那个时候也是就是2月份的大地震，今年04、03的大地震也影响很多，我觉得是整个完全影响了花莲的产业。花莲自己内部的那个力量还是非常强，就是互相帮助的那个力量，就像是台风，像卓溪啊跟红叶那边影响就非常的大。但是我也会看到朋友啊也都有下到南部去
协助。花莲人就是长期以来在这种天灾的变化之下产生出来的韧性，常常在应变这些事情，就像太平洋的风那样子，会一直因应着这些变化而去改动。还是会很希望花莲不要再那么辛苦吧，因为就算是作为这个28年在这边生活的花莲人，也觉得今年真的是蛮辛苦的。太平洋的风吹过你的时候，洁白的月光洒满山谷。每次地震的时候，好像对其他外地的人来说，花莲就很恐怖、很危险这样子。就是我现在不敢去你们花莲了，你们花莲好恐怖哦，都是地震，因为那个新闻会一直播报很惨烈的画面这样。但是我想要让大家知道的事情是说，在那个天灾之后，花莲是很快速、很努力的在复原，还是很欢迎大家再来到花莲这样。就希望大家不要被那种很恐怖的画面影响，然后反而对花莲就存在一种蛮可怜的形象。这块土地它有它的辛苦，但它不是一块可怜的土地，这里的人也不是可怜的人，而是充满韧性的人。那首歌是在传达这样的意念。如果大家来花莲的话，我推荐花莲文化局的石雕馆跟美术馆。那现在有跳浪艺术节的这个系列的活动，也可以让大家更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包括族群文化的以及艺术创作的能量。树皮体验村，它是可以带领着大家用构树的皮，然后慢慢敲打出属于自己的工艺品，然后大家可以从树皮的延展性当中找到自己跟土地的关联性，其实是蛮放松的一个行程。它会先带领你去认识那些构树生长的位置，然后带你去了解这块地的历史，然后这个构树的特性，然后进去里面你会自己亲自去砍树，砍了树之后你再带回来自己从原本是树的样子，然后就慢慢的打成它的构树皮，剥皮啊，然后再敲打这样，然后再做艺术创作。之前我们是做构树皮的画，现在它也可以做面纸盒，还可以做灯具，任何你想得到的都可以做，因为其实构树本身就是一个很丰富的艺术美材。然后我们也做了一本绘本，就谈到这个它的多元性。铁道文化艺术村，它现在还有铁道电影院，然后还有一些花莲的铁道历史。铁道电影院它都会选一些比较不会在院线上面看到的小众电影，我觉得对花莲的艺文工作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花莲的艺文资源一直以来在小众电影啊或者是一些影展的电影，我们比较没有机会可以接触，所以他们选了影展的片之外，也会邀请语坛人一起来互相交流。如果大家来花莲的话，在美食方面就会推荐大家，第一个是庙口红茶，那真的是我们从小到大的记忆。那里面有几个品项我特别推荐，第一个是花生汤，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花生汤，然后酸梅汤，还有一个东西很特别是台式马卡龙。至少我自己啦，在花莲我还没有吃过马卡龙的时候，我就先吃过台式马卡龙，对我来说是很甜蜜的童年滋味。第二个是周家包子，对于外地人来说可能是很特别，因为我长大之后才知道，原来只有我们花莲的包子的皮那么厚，然后那么甜，它的肉质也非常的丰富，还有它的羹面的系列，就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很好的记忆。第三个事情是花莲香扁食，那花莲有很多扁食，那这是我个人最推荐的一间，因为它的配料跟其他间不太一样，给料也是非常大方的一个店家。因为它口味非常的丰富，有韭菜啊、鲜肉啊，还有鲜虾。我个人是最喜欢鲜虾，然后如果喜欢吃比较丰富层次的口味的话，我觉得用干的会比较好吃。经过今天的分享，应该可以让大家看到更多元面向的花莲。其实花莲真的有许多意想不到的、非常认真的小店啊，然后还有很多单位都在努力的创造美好的相遇。很繁忙的工作里面，如果大家有个假期可以来到花莲的话，你一定可以感受到这里悠闲生活的一种步调。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花莲跟我们相遇。那最后也欢迎大家订阅烟波的 YouTube 频道烟波 Check In， 里面有很多像我这样子的在地的职人会带领跟分享推荐他们喜欢的景点还有食物哦。烟波 Check In 花莲，吃喝玩乐一把抓。订阅我们，带你认识更多台湾好故事。我们下期影片见啦！
我蛮喜欢醋溜花枝意面，在花莲比较少吃到这道料理，因为它应该是改造那个台南的鳝鱼意面，有融入一些花莲在地的一些味道，层次很鲜明，然后我觉得吃起来的口感也很绵密，料也很足，很推荐大家到花莲馆的时候可以来品尝这道料理哦。